叔叔，青春，叔叔，青春。去厂长找。好，什么试衣间、洗手间都给我搜个遍啊！哎，是。剩下的人跟我来。现在怎么办？报警。不行，他们会把你带走的。别担心，我想想办法。我给圆圆打电话。喂，苏之念，出什么事了？陈汉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了苏之念的异常，正在派人追我们，而且我怀疑他能够通过手机定位我们的位置。苏之念现在情况很不好，我能为他做些什么呀？你们现在在哪儿？在饮酒城本门口。好，我会去找你们。现在有人跟着我，这样我让外国的朋友用他的身份去给你们订民宿。你带苏之念过去，收到信息后谁也不要联系，包括我。对了，还有让苏之念不要再动用超能力，我会想办法去找你们。知道了。苏之念，醒醒，你再坚持一下，演员已经在帮忙想办法了。宋青春女士，你愿意成为苏之念先生的合法妻子吗？成为他的至亲，成为他活下去的意义。我愿意。苏之念先生，你现在可以亲吻你美丽的新娘了。哎，等等，他们还没有交换戒指。啊，对啊。苏之念，苏之念，叔叔，青春，叔叔，青春。可能也是因为第一次拍那个吻戏嘛，也算是我的荧幕初吻了。当时我记得有一个眼神会让我真的觉得我好像真的站在了婚礼的这个现场，真的要跟他结婚了的这种感觉。但是后来其实你看上头了也会露出姨母笑的。有一段时期的童年过得不是特别的好，是因为在校园的时候有受到过一些冷暴力的这种东西。聚会不无聊，开心大冒泡，优酷酷的聚会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希野，也是宋青春。用3个词来形容宋青春，分别是什么词？第一个词应该是飒，第二个词应该是坚毅，第三个词应该是反差萌。用3个词来形容苏之念，分别会是什么词？3高吧，情商高，智商高，颜值高。被苏之念的合约拿捏了，心情是怎样的呢？这只是一种表象吧，因为谁拿捏谁还不一定嘛。有一个随时随地给你上课的人，是一种怎样的体验？老师，我想上体育课。不能吃垃圾食品，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不能叫垃圾食品，对我来说那是快乐源泉。所以我觉得他剥夺了我的快乐源泉，我当然会想尽办法还击回去。跟苏之念学会了多少商业经呢？就商业经学会了多少不敢说，但是他教会了很多经济学效应，比如说沉没成本啊，然后要学会及时止损。为什么人家能成为这么厉害的职业经理人啊？有道理的。提及宋青春，最先能想到什么呢？我觉得是青春的力量吧，他身上有一股力量，是他足够相信自己。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因为每个人都需要这样的力量，来足够相信自己有能力成为任何一种人。拍摄期间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其实是在拍摄的初期，我是一个比较不太自信的人，
但是青春正好与我相反，他是一个极度自信的人，所以在刚刚融合这个角色的时候呢，我会感觉到自己有一些压力或者不适应感，包括周围的人会给我一些这样的反馈。但是可能正好我的性格当中又是有那种越挫越勇的特质，所以正好可能是因为大家也在不断的给我压力，不断的给我施压的情况下，我才能够可能是拔地而起吧。对你来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对于我个人来说，最难的地方是在于偶像剧的一个度的拿捏。因为我之前可能在以往的作品里面会演现实主义题材比较多，然后第一次接触到青春偶像剧，多多少少会感觉，和自己的这个形象或者就是平时自己接的戏路会有点不符，所以会觉得在这个尺度的拿捏上会有一点点的担心，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困难。体验了一次青春偶像剧是种什么样的感受呢？觉得自己还是可以演的。我是经过了很多就是内心的挣扎之后，会觉得不管它是青春偶像剧也好，还是现实主义题材也好，它都是要以人物本身为出发，就是情感出发的，所以道理是一样的。只要你把人物他的内心就是内心活动诠释出来，我觉得就可以了。演之前做了哪些准备呢？因为也是我就是个人会比较偏向于看现实主义题材比较多一些，所以我就没太看过很多的甜宠剧。我在这个情况下就是大量的恶补了一些甜宠剧。就我一开始觉得自己不会，但是后来其实你看上头了也会露出姨母笑的。宋青春有一个标签是落魄公主，在过去的生活中，你有遇到哪些困难的事情呢？其实我是觉得我的事业和学业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唯一就是可能有一段时期的童年过得不是特别的好，是因为在校园的时候有受到过一些冷暴力的这种东西。因为小的时候总受欺负嘛，就是整个你的成长过程当中，你会觉得自己永远都不太相信自己。所以我说为什么我觉得自己跟青春最大的差异就在于不太自信这一点。但是我也很感谢青春，其实在这方面弥补了我很多。刷视频刷到自己吻戏时，是直面还是跳过呢？如果是我自己看的话，我可能就继续放下去了。但是如果我旁边有人熟悉的人，我就会，快点快进吧，快点快进吧，不要看，我会很尴尬。还记得自己的第一场吻戏吗？醉酒那场戏，其实当时可能也是因为第一次拍那个吻戏嘛，也算是我的荧幕初吻了。如果作为一个演员视角来看这个事情，你会觉得挺正常的。但对于我个人来说，就会觉得，哎呀，好像有点不太好意思啊什么的啊，就会两个人之间其实也会感觉到那种气氛的有一丝凝固吧。